在这个 X 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就中共的官方账号 China Military Bugle， 翻译中文叫做中国军号，叫号角的那个军号，中国军号，发了一系列的英文警告，讲说日本全国都有成为战场的风险，这是明白军方出来用这个战争去威胁日本了。所以对中共来说，我要测试一下你川普决心到底有多强，我得看一看。那这东西我不但测试日本，我测试台湾，我更要测试你川普。如果你川普表现窝囊的话呢，那我就软土生绝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大家都知道最近呢，这个日本新任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呢，在国会答询的时候，这个在野党议员质询说，台湾有事是不是足以形成这个日本行使这个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那这个他的反应呢，他的这个回答呢，基本上是说，如果真的形成日本存亡的危险事态就有可能这个行使集体自卫权。结果呢，引起了这个中国激烈的这个反弹中日关系呢陷入这个谷底。我想这些问题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所以呢，我们当然还是请国际政治的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闵居正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仔细的就最近的发展，还有可能未来可能的变化来给各位观众朋友呢做一个解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个仔细的看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回复呢，他是说大意上是说，如果呢中国用军舰发动对台湾的海上封锁，那美军呢为了突破封锁前来支援，那中国呢为了阻止美军介入采取某些武力的手段，那我们日本呢就必须要针对这些状况呢有所准备。那其实他根本没有说这个日本自卫队要出兵或者是这个来到台海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具体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中共呢这么生气然后又采取了很多这个报复的措施是不是请这个老师给我们解析一下？中共为什么生气？我们等会儿说。我先稍微这个复案一下发生什么事情。高市是因为高市是被那个冈田问嘛。冈田是原来日本的这个是防长还是外相我忘了，他反正对问题是很熟悉的，所以他问的也很精确。那你问了这么精确呢，那首相回答就不能模糊。如果在这是模糊，大家觉得说你要么就是没有进入状况，要么就是你根本在闪避问题，所以你没有资格当首相。你面对这么精确、这么尖锐问题，你的回答也必须非常精确。所以你仔细看，就是高市的回答呢，我们复案一下，它有3个前提。第一，如果中共使用战舰进行封锁，他没有说封锁谁，当然大家都知道是讲台湾或讲日本嘛。如果进行封锁，然后美军为了打破封锁前来救援，然后中共对美军这个开火使用武力，那么日本要预先做准备。这些第一它是有前提的，前提的第一个，请各位注意，是中共有所动作，是而且是先动作，但是他先动作，也就是打架他先动手。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那对日本来说呢，那美军来了，对日本来说，它有美日安保，你在美日安保的这个条款之下，你不能没有动作的嘛，是这第二个嘛。然后第三就是你作为一个日本首相，你难道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吗？你们内阁没有谈过吗？坦白说，这个事情应该你这个，因为高市在自民党里面也一段时间了，也这么好多年了，也当过这个大臣，也参加过内阁会，他们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对这个东西不可能一无所知，他当然会知道。那么今天你问的这么精确，而且你又是原来你也是内阁阁员，那么你也很清楚的状况，你问的这么准确，我必须答这么准确，所以对他来说呢，他有这个几个条件，他必须要讲清楚。你难道叫一个日本的首相或任何国家首相说我面对这个问题我不清楚，到时候再说，你说不过去的了，是对不对？因为你的前提不是说我要先动手，是因为有人先动手了，然后就造成什么情况？那么是不是造成这个存立危机状态呢？那本来就是我们任何国家呢，你站在国家安全角度，你都必须设想，就是像我们设想一下嘛，
中共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飞到什么程度对我们构成或不构成安全威胁嘛？然后中共船舰进入了淡水河道的时候，要不构成威胁嘛？他在这红色沙滩上登陆抢滩的时候，构不构成威胁？然后他在那边集结呢，他就构不构成威胁？我们当然要有预判的，他是不可能没有预判。所以对任何国家都有预判，那他只是把他唯一的问题就是把预判讲清楚了一点点。那你说中共要生气，那先要问你自己了，为什么你会让大家这么紧张？这是我们等会还可以再详细说，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中共是借题发挥，借题发挥的部分我等会儿再说。我想先谈谈就是这个中共最初的反应。其实你看呢，前1-2天的反应呢不好看，但是呢还不算激烈。比如说最早反应当然很正常，就是中共的外交部呢，他在记者会上他讲了，他第一严厉谴责嘛，说你违背了你违背了一中的原则，然后日本到底是一中原则还是一中政策，这是可辩论的嘛？那你违背一中原则，中共有一中原则，日本未必是有一中原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对不起啊，全世界很多国家即便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未必认为台湾是中共的内政啊，这两件事情大家得想清楚。所以说干涉中国内政，这中共单方面的说法，我们会不会同意说这个事情是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不会这样讲的了啊，这第二点。第三呢，他说跟日本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政治承诺呢完全不符合。你中共过去所做的政治承诺，你都遵守了吗？我讲个最简单的，当时交还香港的时候，中英联合声明说什么？已经是历史文件了。不，最早说什么？50年不变嘛。50年不变，对对对。哪一年起算？1997起算。是50年不变化到哪一年？2047年。你把这个东西加上你的基本法交到联合国去传参，表示说我要信守国际承诺，你也没有信守啊。你也没有信守啊，对不对？你没有信守，你有什么要求人家去信守呢？所以你破坏规矩在先嘛，而且你现在挑战国际社会的秩序跟国际的普世价值，大家看在眼里，大家要维护秩序、维护普世价值，大家当然是盯着你看嘛。就你现在呢，恶人先告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中共借题发挥。那么他说跟日本到现在做的政治承诺不符合，你做的政治承诺都没有符合过的啦。你讲人家呢？有这种说法吗？所以说提出什么严重抗议。好，那这是官方最早的反应。后来很快呢，这个中共驻大阪的这总领事呢薛健呢就发文了。好，我们要把那原文念给听。如果胆敢擅自插手，那就只好毫不犹豫斩断你们那肮脏的脖子。你们真的做好觉悟了吗？他讲斩断谁的脖子？日本首相的脖子。一个住在这个邦交国的总领事说要斩断这驻在国的首相的这个脖子，你说这是什么话？当然后来反应很激烈，第二天把这边当天好像7点半就把它拿下来了。第二天呢上了一篇，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说法，就是某些愚蠢日本政客选择了一条死路。第一，他骂日本首相是愚蠢政客，也骂了前面的在安倍晋三是愚蠢政客。然后你们选这条死路，这是死亡威胁，这死亡威胁。你觉得哪些国家能够容忍别的国家外交官在他自己境内讲这种话？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日本没有驱逐他出境呢，算是客气了。坦白讲，算是客气。这种讲话是完全不符合外交惯例跟外交礼仪的。这个不要说战狼外交了，我这很可能就是说他有可能有点兔死狐悲，看见这么多大官呢，包括上将了被拔掉这么多，那可能都是因为什么样出问题，所以他怕被拔掉，或者他想在日本再留久一点，所以他故意表现的战狼一点点，希望说能够得到什么青睐或得到什么好处，这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外交、非常不礼貌的做法。是，我想呢，这个中共呢派在海外的外交官，老实说的党性大于一切啊，所以呢，这个有这些出格的言行啊，我相信看在国际社会评价如何，大家心里有数。但他们重点恐怕也不是外交啊，而是这个对内呢讨好这个上级领导啊，表示我立场坚定
啊，那之后呢，当然就可能更有这个升官的机会了哈。那不过呢，像刚才老师给我们提示的，哎，你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了啊，本来以为说这北京的发脾气就过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呢，态度很强硬，而且不惜升高局势，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呢说重话啊，这个骂这些难听的话啊，甚至采取实际行动。那这之后这些行动呢，是不是也请老师呢，就现在已经发生的跟我们解析一下？就到目前为止哈，第一我们看到就是中国方面很多单位呢就出来讲话啦、指责等等。我们随便数数，外交部，然后文旅部、教育部、驻日本的大使馆、国台办、跟国防部、跟海警随随便便就7、8个单位。然后他们自己统计过这段时间呢，他们出来讲话、指责、批评或力骂呢，大概多少次呢？16次。说要日本收回错误言论。坦白讲，在国际社会看起来，与其说要日本收回错误言论，不如叫中共纠正自己的错误言行。你的问题更重要，是你把问题挑起来的嘛，对不对？这个早在2015年，这个习近平进行军改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要看说你军改改成什么样的。你军改大家没有意见，你现代化大家没有意见，但是你过量的建军大家就有意见。换句话说，你建军的规模、数量跟速度超过了你现在正常国防之所必须的时候，大家就怀疑说你是不是有扩张跟侵略的意图，这是很正常的。好，那么第一呢，他这个批评了人家，然后骂了人家，这第一点。第二呢，这个中共的国家电视台央视底下有个公众号叫做“玉渊谈天”，大家去查查就知道了。说了一大堆批评，其中2句话我得读给大家听。高市早苗毫无底线的满嘴喷粪，这个建诸官方的这个媒体，莫非他的脑袋被驴踢了？哪一个国家的外交官会在驻在国的这个领导人讲这种话？哪个会讲这种话？然后这个国家电视台讲这种话，你觉得你能想象吗？对不起，这都是脏话了啊。然后当然大家看到了，外交部呢就发布对日本的旅游警示，然后将近50万的这机票呢被退票，当然对日本的这旅游业损伤很大。然后呢，对大陆自己的这个旅游公司啦，或者航空业呢，当然损失也很大，这个不用讲了。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今天中共对日本做这东西呢，我们等下再讲下去了。这几年在台湾都预演过了，是，只不过规模现在还小一点点。那后面会不会升高到那样的？我们再观察。好，那这第3点。第4点呢，就他们现在说，原来讲的17号到19号，就这2天呢，要到黄海呢进行这实弹射击。大家仔细看一下黄海啊，在黄海的中部跟南部海域呢，那地方大概差不多相当于中日韩最接近的地方，是也就是看起来是正则这个日本，因为那地方离日本近嘛，但是其实也间接正则到南韩，但是还正则什么呢？大家不要忘记，在日本跟南韩有美军，而且那地方呢离美军的佐世保基地是比较近的。当然，他避开了一下了，他退到黄海，他没有真正进到东海去演习啊。那这个其实你可以观察到这个差别。那也就对这些3边的力量呢，其实形成一定的战略压力。再来就是也是对台湾做过的，出动海警船去钓鱼台附近的去绕啊去搞等等。那再来呢，也是对台湾做过的，禁止日本水产输入。那这个表面看起来很严重了。其实当时我也讲过，他不是也经过台湾什么水产啊，经过台湾什么水果吗？等等吗？我说那都是玩假的。但我不是说台湾这些渔民啊、渔会的损失可以不计，或台湾的这些农业损失可以不计，我不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们不是玩假的。你要真的要进你有本事进我们的半导体产品吗？中共进口半导体产品呢，它4000多亿。4000多亿美金，平均呢差不多这样的。过去每年平均，从台湾进口呢1300到1400，占多少呢？1/3强。所以你有本事进这个，你进这个我就相信你真的进，其他呢你只是做个样子啊。这第6点，第7点有趣了。前几天《解放军报》呢在第4版，然后他登了一个研究
研究员的文章，这研究员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这个文章，他说，如果日本用武力介入台海，日本全国可能沦为战场。好，这是第一次他们用战争威胁日本呢。但是呢，他这个还是解放军报引用学者的讲话啊，插了一层，就很快在这个 X 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就中共的官方账号 China Military Bugle， 翻译中文叫做中国军号，叫号角的那个军号，中国军号，发了一系列的英文警告啊，讲说日本全国都有成为战场的风险，这是明白军方出来用这个战争去威胁日本了。大家不要搞错哈，这个你威胁日本呢，当然问题严重，但是看在国际眼里呢，你又威胁台湾又威胁日本呢，那这个就非比寻常了。我们等下再说。好，那再来一项，这几天吧，他们派了055的驱逐舰、054A 的这个护卫舰、903A 的这个补给舰，到九州南部的大隅海峡通过一下，叫做战备巡航。对我们玩什么战备警巡，对他们玩呢战备巡航。词是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看大家觉得动作非常大非常多，我们倒要问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共对日本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做？也就是说，拿台湾经验来看看，那什么事情没做？没有发飞弹包围日本4岛，这个还没做。那如果有的话，那就精彩了。那为什么不做呢？那为什么对台湾敢做，对日本不做呢？美日安保嘛，美日安保。第一呢，就是日本它有反击能力，它有自卫能力。你这样做的话，日本会不会要击落你进入到我这个领海或领空之内这些飞弹或什么无人机？我要击落。现在我们都要研究击落我来犯的无人机了嘛？对，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对日本没做这件事情。不过就算没有做，他现在光对日本这动作，全世界看在眼里。台湾当然感同身受，日本现在很能体会台湾这几年受到的霸凌跟受到的威胁。国际社会现在看中共的动作跟看中共的这个本色呢，或者他的这个本性呢，应该看得更加清楚。所以第一呢，他没有做的事情；第二呢，他也没有把船舰开出来包围走一圈。不像当初北洋舰队绕过日本一圈啊，那他现在还没干这事儿。他不是说3艘航空母舰吗？理论上可以做。那么对台湾呢，几乎是做过了。那现在对日本没有做。我刚说，第一，日本会反击；第二，就是有这个美日安保；第三呢，全世界怎么看这件事情？现在台湾跟日本呢，应该是不能说同命相连，这么说吧，惺惺相惜吧。我们是这个同在一条船上面。那么也就是说，中共把这件事情闹大呢，其实你看见了，他自己可能自嗨了一下，但真正重点就是在国际社会眼中，他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了。我想这个老师刚才给我们提示的很清楚，就是这个在国际社会眼中看来这个北京当局呢，显然有点无理取闹这个外国的领导人呢，在国会里面发表了这样的谈话，老实说，就任何的人呢，这个看当时的这个回答，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因为它是假设性问题，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他也没有说，这个日本一定会介入台海问题更没有对台湾的法律地位或日本对这个地方的政策有什么样的不同他并没有说过。其实以前在日本众议院是有议员呢问过这个自民党不同时期的首相，就是对于这个台湾问题是否承认台湾独立啦，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啦，然后这个一旦发生事态的时候，日本会不会介入啦？这类问题其实每一届的国会每一任的首相几乎都有面对过这样的问题。那他们通常呢就是这个日本呢对中国的关系呢，就是根据这个建交公报、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然后对于这个立场呢始终没有改变过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对于台湾的这个归属呢，并没有独自表达的这个立场等等那至于说是不是会出动自卫队，那个都一向强调是会在根据当时的事态做最审慎的对应，也就是其实都是一个
很模糊，实问虚答，或者是可以说这样对，但是实际上他也没有真的回答什么东西了哈。所以呢，也有人说啊，其实日本这些说法，这个并没有这么严重，也不见得实质上就真的改变日本的政策。但是中共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会不会有这个抗议或者是反对日本动作背后其他以外的动机呢？这个是不是也请老师给我们解析一下？我觉得大有其他的动机。我觉得他是，也不完全是无理取闹，就是他对日本部分是无理取闹，但他的确有他的设想，他设想是一种内外的设想。要这样看哈，第一就是他们怎么看高市早苗这个人？我记得他在那个时候不是说石破茂要下来吗？这传得很早了嘛，对不对？是，说石破要下来，当时很多人就分析说，那日本哪些人呢有资格或有兴趣去角逐这个大位？讲到了这个高市啦，讲到了林芳正啦，讲到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啦，还讲了谁谁谁等等。但是大概就是高市、小泉大概跑到比较前面，再来就林芳正，那其他大概就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看过大陆一些学者呢在分析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有不同的评价，我就光说高市，当时就已经有大陆学者评定高市说他是一个反华的政治人物啊。为什么反华呢？他过去在革员时代呢，他当过经济大臣，当过什么大臣嘛？他在革员时代呢，参拜过靖国神社，这第一，这是不友善的。第二呢，他跟安倍晋三非常好，然后跟安倍晋三是同期进入那个国会，但是呢，后来发展的比安倍来得慢。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了，跟安倍成为，当然大家觉得说他是安倍的传人啦，或者是门生，这话他其实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说，他们是战友，这样讲可能比较准确。安倍跑在前，他跑到后面，只是这样子，但两者观念非常吻合。而安倍在中共很多人眼里面是一个反华首相，所以既然你这个高市跟安倍这么近这么好，然后也讲了一些类似的话呢，所以你是一个反华人物，这是大陆人呢不喜欢这个高市早苗的最早的起点。等到他一当选，不要说当选自民党总裁，他当选了首相之后呢，那问题就更严重。我就看到有学者呢，大陆学者就出来就一口就咬定，就把标签贴上去了，他是个反华首相。那这话就很重了。官方那时候还没有讲，但是已经有学者这样贴标签了，反华首相。然后这些话语呢，就上了中共的官媒，当然不是上头版，上第4版啊、第5版等等。就像我刚讲预言谈天那个是在第4版、第几版讲的。但是你骂一个别的国家首相满嘴喷粪，然后脑袋被驴踢了，这个话就极不礼貌了。不管你怎么，你至少是国家的那个媒体嘛，好，所以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高市在担任首相前，今年4月份来过台湾，是对不对？他见过总统，然后见过这个立法院长，又见过外交部长，所以在中共看起来呢，那就罪上加罪。你不但反华，你还亲台，是，所以两个标签贴上去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一般可能不太连起来，但我认为是有关联的。现在11月中下旬了哈，11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中华民国在外交上呢跟欧洲有2大突破。一般人不觉得什么了不起，但在我们研究外交跟国际关系，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算小。第一次7号到9号，我们的副总统呢，萧美琴在欧洲议会的那个场所里面呢，在 IPAC 会议上呢做了主题发言。IPAC 叫做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换句话说是欧洲议会里面，然后甚至就还包含其他国家的这些议员呢，他们对中共的所言所行呢，觉得说，必须加以阻止的这些人，或反对中共言行的这些人呢，组成这么个同盟，叫做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叫 IPAC。那么开年会，然后这个我们副总统去演讲了，所以在台湾内部呢也引爆一些风波啊，说花了什么多是80亿欧元什么，哇，拿出80亿欧元去做一场演讲，不需要了，不需要了。简单说，欧洲也非常希望我们跟他拉近关系，这第一点。然后过没2天呢，我们前总统蔡英文呢又跑到德国柏林自由会上又发表了演讲，
简单说，这2件事情是我们对欧洲的重大的外交突破。对中共来说，我们过去不是讲了吗？对中共来说呢，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在外交上突破或突围成功。他们常常觉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他们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发音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也就是他们做的动作呢，多少想削弱我们在欧洲外交上的突破或者转移视线。这第3点。第4点，我觉得跟他内部的这个情势很有关系。你这几年经济搞得这么糟糕，失业越来越严重，然后内卷呢越来越激烈，房地产啦、股市啦各方面都已经就江河日下了，人民的不满呢越来越强。然后呢，你又大清洗、大整肃啊，军官也好，文官也好，所以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呢，得了几个新的外号，第一叫包子，第二叫200斤，现在叫上将仔。就上将仔，那么也就是大家晓得，这事情都是一个人造成的啊，大家对他非常不满，他心里晓不晓得？他晓得，所以如果要转移大家注意力怎么办呢？玩一场假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战斗，所以这个来了正是时候，所以你反过来说，中共领导人呢反而变成这场风波最大的受益者，为什么？他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了，你们不要再注意这里了啊，咱们就一直去对外。结果很多人也真的去对外了，但你说真的完全对外嘛，也没完全对外，因为我们看到2件事情，第一就是刚刚不是讲说，大陆去日本旅游减少很多嘛，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没有全部取消嘛，没有全部取消，这第一个。第二就是不是说要禁映日本片吗？就《鬼灭之刃》呢，在大陆上映的时候，前几天的票房就吓死人，比其他的票房呢高出不要说一大截，高出好几倍。那现在是要勒令下架了，但是那几天呢，看到这一定觉得说哇，很欣慰，我看到了，在官方没进去。换句话说，老百姓对于中日这样冲突，是不是真的像中共官方想这样？我就能够挑起这种虚假民族主义情绪呢？未必的，未必的。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呢，他必须要拿点什么东西转移大家注意力。最后一点，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我们过去在节目上讲过，10月下旬的时候，川普不是到这个日本访问吗？他不是见了高市，谈得很好吗？双方不是以坐直升机去那个横须贺吗？他们算了一下时间，他们在飞机上时间呢，比真正应该飞行时间呢多了40分钟。一个说法是，高市早苗在那里给川普呢上了一课有关台湾政治跟台湾重要性的一场课程。川普不是不知道，但是高市要从日本人角度告诉你说，我们觉得台湾有多重要，也就加强你对问题的认识。那后来川普不是说嘛，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嘛？这在国际上呢叫做空白支票，跟空头支票不一样。空白支票就是随便你填金额，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当然，川普会不会真给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话呢已经给了一个很强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会尽可能的支持你。那现在这件事情呢，正好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所以对中共来说，我要测试一下你川普决心到底有多强。我得看一看，那这东西我不但测试日本，我测试台湾，我更要测试你川普。如果你川普表现窝囊的话呢，那我就软土生绝了。是，我想呢，这个老师给我们提示，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在中国呢，研究中日关系的人是非常多了。像王毅，他就是当过驻日大使嘛，他应该非常清楚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啊，这些对武力运用的态度啦，整个民意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结构性的改变，对，也没有要修法，但他们这个实际上来讲知道的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像刚才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重点是在测试川普，因为呢，这个川普如果就像老师说，如果认怂了，那老师说这个中共以后他就知道他的空间，他的这些作为这个可能红线就往后移了。那如果川普激烈反应的话呢，那当然反正不是直接针对美国嘛，它是针对日本嘛，所以也避免了中美直接冲突的可能性那这个总有一些转圜的空间，所以我认为抓住这个机会测试这个美国的态度可能比测试日本的态度恐怕来得更为重要，因为日本是个内阁制国家嘛，老实说这个党内大佬众多，这个首相的任期也没有一定的这个
确定的这期限嘛，当然最长5年，但是几乎这几年来没有人做得超过5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中共真正目标是看川普，反而日本国内政局他可能认为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把握所以这个采取了这些激烈的行动。那川普最近忙着在委内瑞拉这个扫毒嘛所以中共可能也觉得说他这个另有别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呢也是一个钻空子的这个良机了所以呢在这边我觉得想要再请教老师，就是说那老师对这件事情未来可能会怎么发展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说？我先回到就前面我对高适的判断就是高适呢，当然一方面我们过去介绍过他的那个政治理念嘛，跟政治立场，他是一个比较党内呢比较属于右翼、比较强硬的一个政治领袖，那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了。他要鼓吹要重建国防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中共非常在意。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在这个事件上面呢，他们对于测试川普呢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呢，他们也非常害怕，如果日本认真要开始建军的话，那很麻烦。是因为他们现在日本人的国防支出呢还不算高，现在这次高市是答应川普说我要上升到2.58%，就2.5%，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日本是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国家，你提升一点点呢，那速度就非常惊人。第二，日本的军工实力是比较强的，它是有传统的。2战之前，他有能力自己建航母舰队，打造潜艇什么等等，然后可以打造这个非常优异的零式战斗机，然后可以侵略中国到这么严重，甚至还可以在出战的时候把美国打得这个头破血流的。所以中共对于日本再建军呢，他是非常担心的。但问题是我再说一遍，你建军在先呐，你怪人家反应吗？这中共在2015年到2020年开始快速建军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讲过嘛，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多次。我们说你中国这样建军，最后一定要刺激到东南亚国家全部开始建军，甚至美国都要建军，就要扩大军备。现在果然是如此了，所以你怪不得别人，因为事情由你开始这大家不要搞错。所以冤有头债有主。第二就是作为一个日本首相来说，他当然有权去评估周边的这个国际形势。我比较不能谅解，就是台湾有些人居然去批评高市，你为什么不批评中共呢？事情是中共挑起来的，高市讲话是有前提的。如果日本来封锁台湾呢？如果美国来帮忙，那么日本因为美日安保，所以他必须考虑这件事情。台湾的政治人物，你得把这想清楚，你不要站错队了。对，日本打过中国，但是我再说一次，日本是昨天的敌人，中国是今天的敌人。今天你相信了今天敌人的话去反对昨天的敌人，那你是彻底糊涂了。你真的得想清楚。你如果不是糊涂的话，他认为你舔共了，就这么简单。你要么就糊涂，要么就舔共，这二者必居其一，你是逃不掉的。所以仔细想想，真的不要搞错，真的要看清楚国际的形势。好，那么你说日本有升高吗？他们说日本没有升高到目前为止，外务省还企图去缓和，不是还派了一个那个局长过去谈吗？然后谈完出来之后，显然没有谈得很好，谈崩了。所以那个日本的官员出来呢，这个愁眉苦脸走出来，中国官员走出来呢，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一副就非常嚣张的样子。这再说一次，不管怎么样，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这个行为，在国际外交上是不礼貌的。不要以为这样就表现得强硬，这样恰巧让人觉得说你就是蔑视国际规则，蔑视这个普世价值。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一呢，日本方面企图缓和，然后外务省也讲清楚了我的这个对华政策政策没有改变，我派人来疏通了。然后呢，高市也说我准备虽然我不收回，但是我将来讲话会更小心一点点。这些呢都已经是企图缓和迹象，但是刚刚讲了，中共不断的升高，所以中共升高理由我们也说了。当然我们晓得就是中共还有其他招数了，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了。所以如果要说展望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刚才讲了说中共把整个问题升高的原因跟我们判断是这样的话呢，很接近我们的判断的话，应该说最后就看中共了。因为日本没有升高的意思，日本想缓和，最后看中共了。北京可能
现在第一这样说吧，我们刚刚说了嘛，过去对台湾干了这么多年，干了之后这些事情，现在拿来对日本了，所以日本呢，他现在体会到台湾这么多年感受了，然后日本跟台湾之间那种感觉更强烈了。美国驻日本大使 Glass 呢讲得更清楚，谢谢你强化了美日同盟。这不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所以我常讲，中共干的很多事情常常是这个反效果。那么再一个问题，你走到这一步了，你威胁台湾，大家已经很不高兴了。所以你连日本呢，对日本都发动战争威胁，你觉得国际会怎么看你？你真的是达到你要的效果，还产生了反效果？所以我再说一次，中共现在大概这个真的军事动作不会太多，因为他一定记得有美日安保，而且日本会还手的。然后他记得美日安保，他现在所作所为是希望说能够吓住日本、压住日本。一方面就对内安抚一下，二方面就看看日本不要往前走。但我觉得刚好是反效果。最后结果是日本国内呢，赞成加速扩建军备的比例呢一定会大幅增高。那重点就是台湾要怎么反应？我觉得台湾对外呢要跟美日欧这些国家呢加强合作，然后平行行动，这个大家得看得清楚。第二，内部呢要认清楚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在哪里。我再说一次，日本是昨天的敌人，中共是今天的敌人啊！我们各路朋友蓝绿白都得想清楚，日本是昨天敌人，中共是今天的敌人，我们到底要把谁排在前面？这点应该不是很难判断的，所以希望大家想清楚，我们保卫中华民国呢，恐怕才是第一要务吧。是，我想呢，那个老师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嘛。其实这个纯粹讲这个台湾，就讲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关系，从这个1950年代这个签订了台北合约之后基本上日本方面的学者也承认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讲这个中日的关系从这个100年来最稳定的一个时候嘛。后来完全是因为中共的介入，所以这个又多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先有中华民国，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嘛。对。那这个现在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在亚洲呢，这个搞事的制造这些区域的冲突危机这些的其实我看都还是北京当局吧。对不对？全世界都知道是这样。对，那甚至说现在来讲说反日什么，我看这个中国的民众呢，其实除了少数被逼表态或者是被访问的时候他不得不表态之外，我想民间是不是真的能够卷动一种根据高士讲的这个话，就一种强大的反日的情绪以我看这个北京也中南海的那些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了，那个不太可能的事情，有限。顶多就是有限。但是呢，他们我看呢也很怕说，如果真的大家卷动起了这个反日的情绪这个甚至说又要上街啦，又要抗议啦，那最后呢上街抗议，最可能骂日本2句了，那最后反过头来检讨说，现在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一点反日之后呢，打一些商店，那些商店是中国商店卖日本货，这打到的是中国商店，是最后也是打到自己人。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可能会怎么发展？当然中方呢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呢测试川普或者是看日本的政局呢能不能有所改变。如果日本这次也认怂就是这个有所退让，收回的话呢，那对这个习近平来讲呢，当然是在整个这些高阶将领大家对他的领导能力所质疑之后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说，中国方面呢，大概目前来讲，短期内是也很难有什么下台阶的做法。那当然也就是说呢，这个未来这个局势呢，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下去。老师，您说这样对吗？我说应该是这样子。那也就是我其实最后就看他们自己的决定了，因为他想玩这个虚假的民族主义，然后去反日、去抗日，然后去转移内部的这个视线跟焦点呢。我觉得这个最后就看他怎么拿捏了，看他觉得说到什么时候收手比较好，所以这点我们还很难帮他判断。是，所以我想呢，这个日本呢跟这个中国之间的最近的这些纠纷恐怕不是这么容易收场的。这当然也跟这个亚洲现在的这个战略局势有关了。可能这件事情上没有冲突，将来恐怕又有别的事情就迟早也都是会有事情吵起来，因为这个是一个结构问题了。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明峻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对这个
中日最近的冲突啊，中国方面的这动机做了非常深入跟其他媒体非常不同的这个解析。谢谢老师。哪里？谢谢，好，也谢谢各位观众。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好，我们下次再会。好，谢谢老师。我觉得他真的重点是川普。当日本国内那些亲中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也是积极在活动，因为他也观察到现在日本的政府是少数政府，要切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现在是一个稳定政府的话，但问题是现在因为维新会也强烈支持他，你国民党现在支持没有什么特别动作，真正特别动作大是立宪民主党。而最初把问题挑起来是立宪民主党，所以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就发文就批评立宪民主党。问题是你挑起来的，首相在回答之后呢，你不去骂中共，就你回来骂首相，因为你讲话跟中共一样，所以现在立宪民主党搞得非常难看。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他们的国内的这些亲中的力量什么，现在也知道多少至少这个关头上要收敛了。他现在跳出来后，我觉得亲中政党死得更快，台湾也是一样是。台湾一样，你舔中共的现在死得更快。是，所以这个，因为他们最近什么一个中常委又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是的。其实国民党为什么这么多奇奇怪怪这种没什么职位的人也在当中常委？这真的是，我觉得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谈这事儿了。是，谢老师。哪里？谢老师。